陆泽，是我。又要钱？是。小徐，除了钱，你嘴里面就说不出别的话来。我说过很多次，这种事情找秦秘书就好。陆氏一样集团集团为一人营销，包下爱情产品，往外卖烟花。小徐，在听吗？阿泽，烟花好漂亮。我很喜欢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忙，没什么事你就挂了。你联系秦秘书就好。喂，你喜欢就好，这人回来。原来他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，只不过不是对我。阿旭，跟陆泽联系上了吗？现在只有他能帮我们了。又去陪那个白小小了。我只是一个不被爱的妻子，名分形同虚设，我根本没有资格闹。阿旭啊，救你爸爸要紧。放了这么多烟花，一定花了很多钱。秦秘书，要钱？太太，僭越了吧？我已经跟陆泽说过了。是吗？可是我没接到通知呀。您还是先跟陆总打个申请报告，让陆总签字吧。就像您身上的那些珠宝，除了那枚婚戒之外，都是需要登记才能使用的。太太，我的意思你明白了。明白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陆泽肯花上百万放烟花哄小情人一笑，就不肯为岳父花10几万的医药费都不愿意支。我这个名义上的陆太太，当得何其可悲！结婚3年，我为了成为合格的陆太太，把自己活成了一株依附陆泽而生的菟丝花。记得吃药。可陆泽眼里从来就没有我，我花的每一分钱，得的每一只珠宝，都要向他的秘书打报告。唯一不需要申请的，就只剩这个婚戒。沈姨，把戒指卖了。阿旭，你疯了吧？我没疯，从来没有这么激情。既然他不是我的依靠，我又何必做攀藤的菟丝花？我要跟陆泽离婚。先生有洁癖，只有太太才能帮他收拾东西。太太呢？在楼上，先生。之前清酒公公出了事儿，您不闻不问，太太很生气，所以就一直不停地收拾东西。我觉得不对劲儿。不对劲？他不就喜欢收拾东西吗？没事的。听说你父亲的病情好转了。那就好。平时他会第一时间接过我的行李收拾，今天居然没过来。你如果不满意秦秘书，我已经指责他了。他不知道你父亲生病，我是从管家那儿知道的。我让他第一时间去医院找你，却发现你父亲的病已经稳定了。你别怪他。陆泽，我们离婚吧。怎么，
前几天吵着要出去工作，现在又要离婚。你是陆太太当久了，想出去体验生活？是。你要不要出去看一看？外面有多少人拿着3000块钱的工资加班加点的工作？你住着2000平的别墅，当着陆太太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陆太太，有我这样当陆太太的吗？有哪家的太太用的每一件珠宝首饰都需要跟丈夫的秘书打报告登记？有哪家的太太花的每一分钱都需要跟丈夫的秘书写申请书？我连出门打车的钱都没有，你告诉我是陆太太？陆太太就是这样当的吗？是，我们家是没落了，你每个月给我10万块钱的零花钱，但我每次接过支票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场交易，是你发现后的恩赐罢了。你是这么想的？怎么，玩腻了，想要离开了？你觉得你离开我之后，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？陆子，放开！我们的婚戒呢？卖了，所以我们离婚吧。怎么这么难喝啊？抱歉，陆总，这咖啡平时都是太太亲手做的，步骤复杂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学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了赌气，连咖啡都不做了，叫他下来。太太昨晚已经提着行李箱走了，连司机都没叫，我们以为你知道。什么？太太还留下了这个。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他不知道我们签了婚前协议，离婚1分钱都拿不到吧？太太说她知道，她净身出户，反正是不想和您过了。既然来真的，那就让他闹。当惯了陆太太，出去也找不到工作，等他闹够了，自然就会滚回来了。乔小姐，这套房产我们已经帮你做过评估了，您放心，我们会尽快帮你找到买家的。谢谢。喂，乔小姐出大事了，你后妈和白小姐打起来了。什么？这个女人这么阴险恶毒，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？沈怡，阿旭，你来的正好。这女人不仅抢你老公，还到病房咒你爸爸。赶紧给陆泽打电话，我倒是要看看是你这个妻子重要，还是个救命恩人重要。小小，妈妈，那小小本来就腿脚不好，现在胳膊又受伤了。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偿命！病人得赶紧去处理伤口，不然会留疤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陆总，好疼。陆泽，在妻子和情人之间，你永远想的都是钱。小薛，离开我，谁还会敬你拜呢？只要你服了，乖乖回来，你就还是我尊贵的陆太太。你就没什么要解释的？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乔勋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了，你还要不知好歹，那就好好去外面吃苦头，等你吃够了，就会乖乖回来。陆总，我送你去治疗。你是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季堂哥，你可算是想起我了。
鸡汤哥，我小的时候跟妈妈去了国外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很多事我都忘记了，也就5岁之前的事儿还记得一点。想不到还能在这儿见到你。我不仅是你的鸡汤哥，现在还是你父亲的主治医生。大家过来一下啊！这位是新来的同事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你们叫我乔勋就行。好，大家都去忙吧啊！你也去吧。难得你是有求于我呀，帮这位小美女介绍工作，还让我不要告诉她。贺医生居然也动了凡心。他是个很好的人，我只是想回报他一下而已。这把小提琴真好看。当然，听说这是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馆藏，也是当年名动世界的小提琴家 ella 的御用小提琴。可惜那个 ella 还没有在公众面前亮相就出了车祸，这小提琴也就流入了拍卖会。听说有个大佬足足花了2000万拍下来送给女朋友呢。老板，不好了，调琴师有事来不了了。什么？可是我们的贵宾马上就要到了呀，这琴得赶紧调好。哎，你们有谁会调琴的？调好了，有红包。这把琴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可我明明不记得我会拉小提琴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琴很贵的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老板，我如果能调好这把琴，是不是真的有红包啊？当然，1000块的红包，说话算数。我试试看。你小心点儿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这些音符好像能自动归位。难道我以前学过音乐？白小姐一家正在赶来的路上，魏老师半个小时后到，一切已经安排妥当。上次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查过了，您在 M 国养病的私人医院杜绝所有监控，但医护人员能证明，在这3年间，一位华人女士每天都在照顾您，并且对方是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年龄等方面和白小姐也能对得上。陆总，难道您是怀疑当年唤醒您的并非白小姐？这不是你该答辩的。这旋律，陆总，怎么没声音了？难道我刚才听错了？陆总，没事，进去吧。陆总，您来了。刚才有人拉过小提琴吗？不能让陆总觉得我们连调琴师都没有请到，显得我们怠慢。没有啊，可能是他们打扫卫生的时候碰到琴了。陆泽哥哥，陆泽哥哥，还得是陆总啊！你看这酒店，多气派！哎呀，我在电视上看过这家店，可贵了。今天呀，我们是沾了陆总的光。爸妈，你们小声一点，丢人。哎呀，陆总他不会生气的。你看，他还帮你请了国际上知名的小提琴教授呢。今天你要是能拜师成功，咱们也能名扬国际了呀。就是，这次一定把握住机会啊！你们先过去吧。好嘞。哎，900、1000，没有想到调一次琴就给了我这么多钱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调小提琴，不过这种事多来几次就好。不行呀，
小美女，长这么漂亮，这服务员可惜了呀！别走啊，妹妹，陪我们哥俩玩玩，我们给你钱。让开！等会儿呀，让开！哎，等会儿呀！你们让开！哎，给钱走呐！开！你们走开！走开！滚！季堂哥，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。你为了你爸爸的病放下身段四处奔走，十分努力。我不觉得你很狼狈，反而觉得你很伟大。季堂哥，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餐厅的工作也是你介绍的吧？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我跟陆泽闹成这样，全京城的人都不敢帮我，也就只有你能帮我。这卡里有200万，你先拿着用，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就当是我借给你的。我这不能收，就当是当年棒棒糖的回礼了。季堂哥，我已经卖了房子，手里有一些钱了，而且我现在能工作，也能赚钱。我跟陆泽还没有离婚，我不能让你的名声不好。是因为过够了仰人鼻息的日子，所以才不愿意再接受任何好意吗？华胥，那个姓陆的究竟都做了什么，才让你这样警惕？那我就先工作去了。华胥，我会等你重新打开心扉的，毕竟是我先认识你的。陆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放开我！乔勋怎么来了？拜师宴马上召开，你不是连小提琴都抢着要拉吗？那就在这儿好好拉，好好给小小庆祝一下。陆泽，你非要这么对我吗？你不是喜欢工作，爱出风头，想要体验生活吗？我如你所愿，让你体验个够。不了吧，陆总，拜师宴这么隆重的事情，他上来出风头，魏教授会不高兴的。魏教授还没来，没关系，他爱出风头就让他出，否则别说是一份工作，我敢担保，全京城没有一家医院敢收留你的父亲，更没有一个律师敢收留你哥的案件。我要救爸爸，我要救哥哥，绝对不能让他拉琴，否则我顶替的事情就要被拆穿了。那个女婿啊，我看他身体不舒服，还是让他先回去休息。乔勋，只要你低头，只要你向我低一次头，看样子你是真喜欢伺候人。今天你是主角，好好享受。也对，机会难得，他都失忆3年了，根本不会拉琴。那个陆总，来敬您。王师，有艾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看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陆总身上了。这是艾拉。艾拉。他怎么可能会拉琴？你什么时候会拉小提琴的？你怎么知道这首曲子？你怎么会弹这首曲子？说！我不知道，我的手好像有思想，
手一搭上去就能拉动那些音符。我的头好痛，头好痛！你放开我，陆子。乔轩，这首曲子对我的意义非同凡响，你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小心！乔轩，乔轩！哎，陆总，您就别问了，这乔勋啊，肯定是嫉妒我女儿会拉小提琴，偷偷摸摸学了。偷学的？还没错，从来没听说过他会拉小提琴，一定是个学人精，不要脸。可刚才他拉琴的时候，我脑海里为什么会有熟悉的感觉？陆总，我看乔小姐好像很不舒服，要不让助理先送她去医院吧？陆总，魏教授马上就到了。来人，陆总，送太太回家，叫私人医生检查一下。好，太太这边走。阿勋，你爸爸可能要不行了。什么？是你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阿勋，今早你爸还好好的，我觉得他好久没有好好吃饭了，就回家给他炖了点鸡汤。我就2个小时没在他身边，他就突然从病床上摔下来骨折了。什么？你爸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加上骨折就很难治了，偏偏霍医生又被公派外出。阿勋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爸，对不起。沈姨，这事不能怪你。好巧啊，陆太太，这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说呀？或许我可以帮到你们呢。又是你，你来做什么？看笑话的吗？白小姐，我跟你说过了，名分这个事情，你去找那个花心的男人，找我没有用。我现在还有事，没时间答应你。乔勋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那么傲娇目中无人，当年怎么就没把你和你妈一起撞死算了？陆太太别急呀，其实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上次的事情我确实办得不太妥当，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。不过这陆总他心疼我，不让我出门，让我在家好好休息，生怕我磕着碰着。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些的。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不过陆总不仅对我好，对我爸妈也好。我爸那名下的5套别墅都是他送的，更是每个月呢打300万的零花钱到我妈的账上。不过我听说你每个月是不是只有10万块啊？而且还要低声下气的找秦秘书申请是吧？白小姐，你的意思是你自己当小三，以父母父引以为耻，却想鸡犬升天是吗？我好心来帮你，你不识好歹那就算了。你帮我？你应该也听说了吧？陆总呢，为了给我治腿，从国外给我请了顶尖的医疗团队。我身后这批专家呢，放眼国际，那可都是医学翘楚。如果你乖乖听我的，我可以顺便让他们给你父亲看看病。阿勋，别信他的，他哪有那么好心？我是无所谓啊。不过那手术室里的老头可就等不了了。我身后呢可都是顶尖的骨科医生，你们想听？我爸是心脏病住院，病历还没有更新，你怎么知道他骨折了？又是你这个贱人害的，是不是？今天医生刚刚检查出骨折，就直接推进了手术室。这个事情只有我和阿轩知道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除非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做的啊！我没有，你滚开！你害了我老公还想走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！我的腿！
住手！陆总，陆总救我！他们上次砸伤我就算了，这次还推我，我看他们是想我死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想让他解释清楚。够了。白小姐上周刚做完手术，现在突然摔伤，可能会重新裂开的迹象。我好痛啊，陆总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送去病房，把全市最好的医生全都叫。陆总，等等，他终于要服软了。你能不能给我爸爸留一个医生？你把我叫住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爸今天早上莫名其妙的骨折，送进了手术室，而且这件事情对外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白小小怎么知道这个事的。所以你怀疑白小小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但这事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所以你仅凭猜测就伤害一个残疾人，凭什么觉得我会把医生借给你？我这几个医生我一个都不会借给你，除非让你的继母去小小的病床旁边跪着，跪到她平安无事为止。什么？陆总，乔轩，你明明只要服个软，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，你为什么非要这么犟？陆泽，结婚3年，我以为你至少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，现在看来，是我太自以为是了。阿星，我好像又给你闯祸了。不怪你沈姨，他们是冲我来的，爸爸也是被我连累的。陆泽不肯放过我，所以白小小是我危言注定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你别哭，沈姨大不了豁出去，不就是跪吗？跪就跪。沈姨，陆泽不是让你跪，他是想让我跪，去哄白小小开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明明只是想离开他，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照顾家人，却始终不肯放过我？算了，沈姨，我去跪，只要爸爸的病能好就行。我回来了，你爸爸的手术让我来做。跪到他平安无事为止。陆泽，难道刚才的话说重了？陆总，这是骨科领域的专家陈教授给您请来了，他最擅长骨折手术。病人在里面是吗？不是这个病人，你跟我来。怪不得不求我帮忙，原来是已经有靠山了。那个贺继堂就那么好吗？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也别想喜欢别人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会回来求我的。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继堂哥，听说你被外派出去了，你这突然回来，会不会受处分啊？别小看我，我可是医院请来的人才。倒是你父亲骨折蹊跷，而且对着他病房的监控也正好坏了。是白小小在警告我。小雪，我没有想到你这段婚姻会这么不开心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这辈子都没有碰到过陆泽，更不要嫁给他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一切都要结束了。如果你有需要，尽管开口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小薰，我知道你以为我在客气，但是不是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说出来可能会吓到你。谢谢你，鸡汤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但是我不能拖累你。走了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做什么？曹小姐是吗？有一陆先生告你继母故意伤害，
证据确凿，我们正要送他去警局拘留。陆泽呢？陆总还在开会，太太在这稍等吧。我跟太太商量点要事，吩咐下去，后面不论来谁，我都不接待。是。又来了，人前夫妻和谐，扮演着温柔体贴的丈夫角色。实际上，我这个陆太太从来只是他的挂子，甚至连我的亲人都被他拿来当做对付我的武器。小军，我说过你会来求我的。想谈什么？陆总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为什么来找你。你已经晾了我1天了，你到底怎么才能放过沈怡？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，还是没让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我跟贺医生什么事都没有。乔军，身为陆太太，跟别的男人保持距离，是你的义务。你违规了，就该受点惩罚。那你到底怎么才能放过沈怡？我是一个合格的商人，亏本的买卖我不做。况且你是来求人的，就应该有个求人的态度，不是吗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很清楚。陆总昨天晚上想要我没给，怎么？我现在愿意了，你不敢了？你想用身体换你继母的自由，你宁愿在这种地方跟一个男人苟且，也不愿意回去做你体面的陆太太。是。乔勋，我只想让你回来，你竟然如此忤逆我，看样子我还是对你太好，才让你这么不知足。陆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爱你了，不爱了。不爱我，你要爱谁？喝鸡汤吗？为了气我，你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好，既然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敢放过你，我告诉你答案。你总善于拉扯住离忽远忽近，我们会期待靠近你，却没有惊喜，正好有地，我也只想回去试试。又无法抱紧，我们的关系被蒙上了无意，我担负。陆泽，你放开我！我放开我！陆泽，你无耻！你放开！ 3年前，你就是推开了这扇房门，跟我发生了关系。你蓄意打开房间门，第2天找来了媒体记者，拍下了我们的艳遇，逼得我不得不跟你结婚。不是这样的！恭喜你，成功了。陆太太这个身份会跟着你到老到死，我们之间没有离婚。 只有丧偶。陆太太，你要谋杀亲夫啊？你要是说了伤，整个青城的医院都不敢接待我爸，我哥也会坐牢，我怎么敢伤了你？ 我跟你说过了，当年不是我故意闯的你房间，你怎么才能相信？看来你怎么都不会相信。3年了，你恨了我3年，我走出来你都要纠缠我，看来你这辈子是不会放过我。那我赎罪可以吗？赎我当年走错了房间，当上了陆太太，赎我爱上。 小雪，你要干什么？
多么希望回到3年前，我恨不得自己从未进过那扇门，更恨不得自己从未认识。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再也不会当那个毫无尊严的陆太太，我也不希望沈毅因为我老底坐穿。这够不够的话，好，我会上锁。你继母今天晚上赶回家。小轩，来人，叫救护车，快！陆太太因为失血过多，经过抢救已经脱险，但是她对求生的欲望不是很强。看她这副模样，这里怎么这么疼？乔轩，在我身边，你痛苦到不想活了吗？你醒了，陆总，陆太太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。她竟然这么怕我，我先出去。我沈姨呢？她已经回家了。毕竟我再不撤诉，就要丧我。陆总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不想再做陆太太了，我们之间就没有感情，为什么要这样继续下去呢？你刚醒，先休息一下，我晚点再来。你多久等待我都未曾拥你入怀。喂，沈姨，你还好吗？我在工作呢，没事，你放心吧。以前那么怕疼，这次伤成这样，却没掉一滴眼泪。乔轩，你是真的要离开我吗？先生，太太还是没回来吗？今天可是重要的日子。她多久没回来了？回先生，半个月了。都半个月了，难怪这别墅变得这么安静。这是……喂，陆泽，是我。又要钱？是。除了钱，你嘴里面就说不出别的话来。我说过很多次，这种事情找秦秘书就好。这段感情我爱得好累好累，我已经不想再喜欢他了。原来就是那天，他不喜欢我了。奶奶，阿泽，什么时候带小旭回来玩啊？今天是他生日，帮我跟他说声生日快乐。今天是他生日。是啊，你怎么连这都不记得？自己说着。难怪管家跟我说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。能不能别在今天？难怪他说至少别在今天。我们离婚吧。我不想再做陆太太了。世界上女人那么多，我也没必要因为3年前那点事情，一时把你绑在我身边。既然是你想要的，我成全你。张律师，草拟一份离婚协议。陆总，协议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写好了，1套公寓，200万现金。你确定？你想说陆家在京城数1数2，如果这件事情被人知道了，会被笑话。我肯给他自由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阿勋，生日快乐！这个生日一点都不快乐。你的手，是不是陆泽又对你做什么了？
没事，只是一点小误会。季堂哥，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爸还有沈怡。你自己都这样了，还在担心别人。父母在，人尚有来处，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。阿勋，你真的很好很好，虽然不想和陆家再扯上关系，但如果是为了保护你，我也不是不能争一争。只是被记住生日都能这么高兴，果然跟我提离婚是为了他。这么害怕我，却对别的男人笑得那么开心，你就这么喜欢何其堂？陆泽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你紧张什么？为了那个男人，亲都不让亲了啊！陆泽，我们之间没了感情，连信任也没了吗？乔军，我本来是给你送离婚协议的，但是就在刚才，我突然改变主意，不想放过你。苦果意识过，乔军，你这辈子除了在我身边，哪儿都别想去。乔勋，既然逃不开，那就反过来利用这段关系，各取所需吧。等爸爸病好，等哥哥出狱，早晚我会彻彻底底的离开。阿勋，这种私人医院很费钱的，你老实告诉阿姨，你不会。阿姨，我决定回到陆泽身边了。这段日子受了很多苦，我发现还是当陆太太比较舒服。难为你们跟我一起吃苦了。就别骗阿姨了，明明是我和你爸还有哥哥拖累了你。放心吧，沈姨，我这次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乔勋，陆总说等医院的事结束后就可以回陆宅了，走吧。秦秘书，以后你叫我陆太太。你算什么？是陆太太。乔勋怎么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啊？这么冰的。我终于还是回来了这个地方。欢迎太太回家。但这次不是因为爱，爱陆泽是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事。这次我只是陆太太。小轩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要去哪儿？小轩，小轩，怎么会做这种梦？小轩，小轩，他爱我这么多年，既然答应回来，不会轻易走的，我没什么好担心。怎么不叫醒我？你工作太累了，我想让你多休息一会儿。我陪你吃。李嫂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你的婚戒呢？陆泽，戒指不能乱扔。你以前不是最珍惜这个戒指的吗？怎么不戴了？婚戒太珍贵了，我怕弄丢，所以放到首饰盒里。撒谎！你以前怎么不把它弄丢啊？陆泽，人是会变的。所以陆太太也变了，打算这么一直跟我冷淡的生活下去。陆泽，我们说好的不谈感情，我只需要做好陆太太就可以了。
谢谢你给我爸安排的医院，但不要忘了我哥的律师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月光无论怎样苍白，心声早已习惯拥戴。太太，男人喜欢女人顺从，你就依着一些，日子便好过一些啊。我以前那么顺从他，日子也不见得多好过。倒不如痛痛快快地做自己，攒够立身之本，彻底离开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明明让他回来就好，可他现在不缠我了，我为什么不爽？阿泽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把陆氏集团2%的股份给了乔勋！您消息这么灵通啊？你知不知道，2%的股份够他们全家赚10辈子的了？乔勋，你给我过来！我以前还真是小瞧你了，好大的胃口！先回房间。股份只是在他名下，他除了拿分红，没办法转卖。那也不能便宜他。陆泽，你根本就不喜欢他，你不过是怕他顶着钱陆太太的名号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罢了。从小你就这样，自己用过的东西，哪怕是毁了，也不看看别人。原来在他眼里，只是个东西，没有什么好在意的。乔勋，反正你也不打算再爱他了，那就各取所需吧。当年爸出轨，你为了赶走那对母子，下了狠手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我跟您学的。你简直是疯了你！乔勋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做陆太太的，除了我，谁都没资格指责你。整整3年了，不知道他现在究竟过得如何。老师，我们找到一个人非常的优秀，虽然说有几分生疏，看起来就像好几年没练习过似的，但是一旦开始就渐入佳境，登峰造极。哎，反正您肯定会满意的。很少看到你有这么高的评价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乔勋。乔勋，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。哎，陆总，有消息了？艾拉小姐失踪多年，信息太少，我的人还在努力寻找。哎呀，我这个学生啊，当年一边学琴，一边不辞辛苦的照顾她那生病植物人的男朋友。要知道那个男人把她害成这样，我当年说什么也得阻止他。植物人男朋友？魏教授方便去趟茶室，再多说一些信息吗？好。乔勋服软了吗？看来这些年我对他还是太好了，才让他脾气这么倔，不肯退让半步。那就让他继续留在白家。吩咐白家，别做得太过。好。看见没？那就是陆总的白月光，身上这裙子据说价值1000万，陆总真舍得，不仅对他大方，还给他父母都买了豪宅，全家人啊都有司机保姆伺候呢。这个陆总对你还真是上心啊，这个宴会厅好大呀。不过妈，真的要让乔勋跟我们一起参加拜师宴吗？当然了，现在大家都以为你是小三儿，你要趁着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，陆总对那个乔勋一点都不在乎，他呀也就给你提鞋的份儿。而且
我还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件便宜货，你呀就等着看他的笑话。可是魏教授，哎呀，魏教授压轴出场，在那之前让他滚就行了呀。也对，这是谁家小姐？真漂亮！这你都不知道，她就是陆总太太。什么？这裙子一看就是便宜货，她连珠宝都没戴，居然这么有气质，把别人精心打扮都比下去了。这里边是小小的必需品，拿好了。我想喝饮料，帮我拿一个过来。传闻陆总疼爱白小姐，今天算是开眼了。让正妻给小三儿当保姆，还真是闻所未闻啊！我不爱喝橙汁，换一个。这个我也不爱喝，再换。这京城什么时候轮到一个瘸子兴风作浪了？你谁呀你？敢这么说我？连本小姐都不知道是谁，那也不配知道。我是不喜欢你，但你可是乔勋。乔家虽然没落了，你也是堂堂千金，怎么能任凭他欺负？照顾他是我的工作，陆太太也是。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我输给你就算了，毕竟你漂亮，但不可能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你说谁上不了台面？说错了吗？你爸是乔家司机，你妈是乔家保姆，一个保姆司机的女儿想攀龙附凤就能一飞冲天？是我说错了？乔家没落前，人家好心送你女儿出国留学镀金，你们倒好，一回来就抢人家丈夫。乔家真是养了你们一帮子半夜了。你别太过分。过分吗？你长得不漂亮，也没能力，出国留学多年就知道抢别人男人。怎么，你大学只教会了你如何当小三吗？也就乔勋脾气好，忍着你。你倒是不知廉耻，还羞辱人家原配。你给我闭嘴！哎呦，脏东西，放开本小姐！这是不止呢，还有纸尿裤。连内急都憋不住的人，真是笑死个人。我知道了，是你指使他来羞辱我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拼了！魏教授口中艾拉的经历，怎么跟白小小当年照顾我似的？唯一的区别就是3年前出了车祸下落不明。等等，车祸？他也出了车祸？这么巧？陆总，陆总，出事了！魏教授，我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老师，大厅那边白小小跟别人闹起来了，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您当真要收他当学生吗？是啊，老师。想找到艾拉，现在只能靠陆泽了。就这样吧，这就是你那个赞不绝口、乔轩的简历。是。老师，我拿到奖了。老师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不过他生病了，但我一定会照顾他痊愈的。老师，老师，您的眼睛怎么红了？她就是你的师姐，艾拉。什么？放手！哎，想想，
陆总，你来的正好。刚才小小想让乔轩帮忙拿饮料，帮忙就算了，还联合外人当众羞辱小小。我看他就想逼死我们家小小。没有，还说没有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让包里的东西掉出来，想让我们小小颜面尽失。我女儿是腿脚不好，她带几片尿不湿出来怎么了啊？至于那些内衣，穿衣自由，穿得好看点怎么啦？妈，你别说了。好，妈不说了啊。陆总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小小都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当年你病重在床，是我们小小没日没夜的照顾你，给你拉琴，才有今天。现在居然当众被羞辱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你没什么要解释的。我没有动手，你爱信不信。陆总，你今天要是不护着我们小小，我们小小以后就没脸活了。他们都笑话我，早知道今天是这样，我当初还不如死在那场车祸里算了。我当然清楚，乔勋不会对白小小动手，他良好的家世教育让他不屑做这种事，可他被冤枉也毫不在意的态度，他不在乎我。怎么越来越难受了？得去医院才行。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哪儿都不能去。你是来照顾白小小的，她的东西你有义务保管，却让她出丑，你得负责到底。我就知道，陆总是站在我这边的。负责？没错，承认这些东西是你的，并且给白小小跪下道歉。你让我给白小小背锅，让我沦为笑柄。陆泽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以为你是天生冷漠，不懂得怎么爱人。可是3年了，就算你的心是石头做的，我想我应该也焐热了一点吧。到今天我才知道，根本就是铁石心肠。只有白小小是人，我不是人吗？对，他就是比你重要。乔轩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只要你跟以前一样向我撒娇服软，让我别管白小小。够了！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不会道歉的。你不道歉？是，白小小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我又不是，凭什么要我背锅？家小小还不是被你害的？好，今天如果注定要有一个人身败名裂，那个人也不会是我们小小。跪下，跪下，跪！跪下！住手！谁别杀了他？艾拉，果真是你啊！你说什么？陆总，他就是我托你帮我找的弟子艾拉呀。你说他是艾拉啊？那您刚才跟我说的事情，我这个学生当年一边学琴，一边不辞辛苦的照顾他生病治我的男朋友。你怎么知道这首曲子？你怎么会弹这首曲子？说！我不知道。难怪他会拉那首曲子，难怪。3年前的车祸让我失去了10多年的记忆，我经常会有错觉。我跟陆泽似乎认识了很多年。原来你就是艾拉。陆总，我好难受。3年前唤醒我的人，真的是你？当然是我。是吗？惨了，这下陆总要知道真相了，再也瞒不过去了。艾拉，教授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，我不叫这个名字。我是你老师魏教授啊，以前
在 M 国，你和我学琴，你难道忘了？我是会拉小提琴啊，只不过我是跟我母亲学的。您认错人了，魏教授。你跟母亲学的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你就是挨了呀！我有点不舒服，教授。哎，你先松开我。哎，陆总，他怎么都不记得我们呢？这3年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太太烧的不高，但是太累了，想必是在白家没少干活，没能好好休息。以后白家的款项收紧一点。你醒了？你高烧还没有退，你要去哪？白家。去白家干什么？他们折腾你，折腾的还不够惨？陆泽，要不是你把我送去白家，他们也没有机会折腾我，不是吗？小轩，你明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只想让你回来，回到我的身边。我已经回来了。你人回来了，但你心没有啊！我想要以前那个柔软的陆太太，满眼信心喜欢我的陆太太。喜欢你？陆泽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你为什么还要我喜欢你？我明明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，你偏偏要把我拉回来，逼我穿你喜欢的衣服，发型也是你喜欢的黑长直。我乖乖的在家里当你的宠物，这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还要我喜欢你？我是犯贱吗？我让你回来这件事情，你就这么恨我？是你说的任何东西都有价吗？感情跟婚姻都可以交换，你为什么还不满足？你到底在我身上想要得到什么？我想你像以前一样爱我。想要爱，你去找白小小，我这没有。原来你也会因为出轨丈夫觉得恶心，我还以为你铁石心肠，什么都不在乎了。陆泽，你也觉得自己很恶心吧？你太太，粥好了。李婶，给先生收拾出一套侧卧。我生病了，就不传染他了。赶我走？不用了，我明天一早的会议，今天晚上就要坐飞机走。他竟然不像以前那样问我去哪出差，去几天。先生，等等！太太叫你追过来的。是，太太让您多注意身体，上班的事情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太太都生病了，还不忘关心你，太太可真心疼你啊！心疼？他巴不得我疼，越疼越好，最好永远别回来。既然那么在乎夫人，当初为什么一次一次让夫人伤心呢？夫人，刚才老夫人，陆泽呢？刚刚老夫人来了，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夫人啊，您还是去看看吧。我这婆婆可不喜欢我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。既然偷偷背着我，私下里跟那个杂种联系，他怎么对得起我？他怎么能这么做？你冷静点儿。你除了冷静，不会说别的话了吗？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你跟你爸一样冷血，
亲生母亲哭成这个样子，你都不知道惋惜。没有人教过我，不是吗？哎呀！陆文礼，你的母亲究竟有什么好的？你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！妈妈别哭，还有我陪着你。滚开！要不是怀你耽误了，你爸怎么可能出轨？简直是个灾星！骂我是灾星，把你对父亲的恨转移到我的身上，甚至为了逼他回家，差点把我活活饿死。木仙，你什么时候叫过我爱人了？你记性真好，真是个冷血的怪胎。刚才吓到了。没想到他居然是这么长大的，所以他在情感方面才会如此淡薄吗？这个裙子真好看，看来我不在家，顾太太很开心。陆子，我身上来了，还没有整干净。一会儿让李嫂给你熬碗姜汤，注意保暖。没想到陆总还会关心人。你别嘲讽我了，这次回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国际金牌律师孟京月，迄今为止都是100%的胜率，他已经接受了委托，给你得个病。孟京燕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么高兴，却不给我这个功臣任何表示。乔勋，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碰过除了你以外任何的女人。我知道你介意白小小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碰过她。我的妻子只有一个。结婚3年，我无数次挽回这段婚姻无果，终于彻底死心。如今你却说从未碰过旁人。我没有真正的爱过人，也不知道爱人是什么样子。如果我说就算没有身体出轨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改变不了吧？是，陆泽，你我之间早都已经走到尽头了。我并非草木，此刻因为他的话，我能感觉我的心在悄悄苏醒，慢慢跳。可是3个人的世界太拥挤，他今天可能心血来潮，明天就可能因为白小小一个电话丢下。你先别着急拒绝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让我证明我自己。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，让我做一个合格的丈夫。我从不怀疑真心，只是真心瞬息万变。太太，陆总让我来接您。他人呢？这是陆总让我送来的礼裙，至于他本人，正在为您准备一个盛大的生日惊喜。他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，是来真的。我的衣服还有包。太太，您什么都不用带，先生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在游艇等您。陆泽，今天举办了婚礼，我和陆泽成为了正式的夫妻，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。陆泽的胃不好，正好我擅长照顾人，我一定会做好他的陆太太。
这次他出差回来还给我带了礼物。陆泽，乔轩，差点失去你之后，我才知道，你对我其实很重要。这3年来，你已经侵入了我生命中的面面。你的存在对于我来说，就像呼吸一样不可或缺。陆泽，我知道我做了很多让你伤心难过的事情，也知道你很难再次相信我。回来做陆太太，也只不过是迫于无奈。我现在已经懂得了很多事情，我希望你回来，我想让你重新喜欢我。你现在在哪儿？别急，上次你的生日没有给你办，这次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那天晚上你哥哥出事，父亲住院，你联系不上我，发现我在给白小小过生日。也就是那天晚上，你不在行动。陆氏医药集团总裁为公益小包下海景餐厅放百万烟花。所以，我把这场烟花补给你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纵然心中有10000个理智在提醒我，可是我的心脏还是不受控制，扑通跳了一下。虽然我知道很没有出息，但是陆泽，这次我能信你。你不用着急回答我，我现在就过去邮点。陆总，我在忙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陆总，白小姐她轻生自杀了。什么？而且不小心用错了药，现在陷入了昏迷，危在旦夕。去医院看一眼，再尽快赶回来就行。我自信能掌控一切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会原谅我，却没想都是我装可爱，让爱着我的受伤害，后来才应该是我看错了。陆泽，我爱了你3年，那就再试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我们家小小以后是要当陆家少奶奶的，这件事情你们要是不给个交代，就等着我的女婿让你们医院倒闭，你们全部都到大街上去要饭。东西来了，不想小小被拔上气管，给老子闭嘴！陆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昨天你把小小从陆家赶出来，他就闷闷不乐的，到了晚上他就吞了半瓶安眠药，幸好发现及时，送到医院来洗胃。可就是这些不长眼的护士，居然给他用错了药。陆总，我们都是按规定用的药，按道理来说不应该。那跟你们也脱不了关系。对了，陆总，听说你把乔勋的父母也调到这家医院了，没准就是他们干的。他们嫉妒你对小小这么疼爱，这才下的毒手。去调国内顶尖的医疗团队过来看病，另外记得报警。是。这什么？报警？药物中毒危及生命，不该报警。该应该的。陆总，小小再怎么说也救过您的命，你看现在他腿瘸了，还要遭这个罪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呀。
女士，我们要打烊了。我朋友应该不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你们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去哪儿啊？还没结账呢。他没有付吗？那我自己结吧。太太，您什么都不用带，先生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在游艇等您。女士，现在外面已经很晚了，别的客人早就走光了。我们陪你耗到现在，你该不会没钱结账，想吃霸王餐吧？我没有想吃霸王餐，我就是包忘拿了。那就用手机支付了，现在网络那么发达。可我手机没电了。包没带，手机又没电了，你骗谁呢？我刚才就觉得你不对劲了，原来是故意来吃霸王餐的呀！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净干这种事儿啊？不是这样的。陆氏集团的陆总陆泽，你们有印象吗？是他找我过来吃饭的。我是陆太太，要不然你们先把账记到陆氏集团上。你是陆太太？不对吧？陆总的女朋友我们都见过，是个坐轮椅的。上次就是陆总包了整片海滩，给他放了价值足100万的烟花呢。上次烟花也是在这儿放的。没错，人家陆总对他女朋友可好了，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想碰瓷，人家恩恩爱爱的，根本瞧不上你。吃了霸王餐还大言不惭的碰瓷陆总，真是不嫌丢人。哎，把他送警察局去。走。是这样的，太太，您没事吧？没想到她竟然真是陆太太。那又怎样？她老公找个坐轮椅的都不要她。先生也太过分了，害你进局子，您受委屈了。陆泽呢？他在医院。哎，太太，陆总，白小姐的情况很复杂，千万别让她受刺激。陆总，医生说你情况差不多了，要好好养一养，别再冲动。陆总，明明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，为什么一次次要把我推开？我知道我腿脚不好，配不上你。既然你不想管我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是我救命恩人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真的吗？那你为什么因为乔勋当众指责我，还扣了我家的款项？你还带他去我们去过的海边餐厅？陆总，你是不是爱上他？你是不是爱上他？白小姐的情况很复杂，千万别让她受刺激。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对他？她毕竟是陆家的太太，她的存在可以帮你分担媒体的炮火。我对她越狠，她就越离不开我；我对她越狠，她就越离不开我。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来的路上，我设想了很多可能，以为你发生了意外，才不得不将我丢在菜子，却没想到你又一次为了白小小弃我不顾，甚至连哄我开心的餐厅也在白小小去过。你这么费尽心思，就是为了拿我跟白小小挡枪。陆泽，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你所谓的爱和忠诚，真的没有戏。贱人，只要你还在一天，陆总的注意力就没办法全在小小的身上。既然你当年没死，今天我不是送你走，去死吧！乔勋，去死吧！又拿到了大赛，什么样走都行。乔勋。
妈的，差一点儿！原来，这才是3年前的真相。我真的是爱了妈妈。难道我要来陪你了吗？陈轩，陈轩，怎么样了？季堂哥，我好像想起我是谁。陆泽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开学典礼时，我替新生致辞，怯场忘词，是你替我解了围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喜欢你了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认识的乔轩。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们去医院，走。小轩，终于醒了。我曾无数的以为那只是个梦，但没想到一切都是真的。原来我才是3年前救了陆泽的人。难怪我回国见他，我就觉得特别眼熟。小轩，你恢复的记忆是不是和陆泽有关？我第一次爱上他，就失去了我的妈妈。这一次，更是连自己的命都差点没了。你说，时间为什么不能倒流？这样子，我就不会认识他，更不会嫁给他了。小轩，你妈妈要是在天上知道你这么痛苦，她会心疼的。他们那么爱我，离婚后独自抚养我长大。我想学琴，他就全力支持我。我的每一次演出，他都会陪着我去。可我就爱死了他，我甚至忘记了他。这不怪你，是你过得太痛苦了。是啊，他们毁了我的人生，让我失去记忆，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人。他们把我的自尊踩在脚下，让我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侮辱嘲笑的陆太太，让我活成一个笑话。季堂哥，我要彻底离开陆泽，我要让凶手付出代价。3年了，是时候该清算。小轩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永远会支持你。喂，老师，我是爱了。陆总，想不到白小姐那边情况那么严重，您这3天一直都在照顾她，也没怎么顾得上休息。她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对了，您的手机，太太好像给您打了不少电话。我知道了，她应该问你我去哪儿了，你没乱说吧？从那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直跟您在医院，没有见过太太啊。你没去接乔轩啊？您也没告诉我要去接太太。全都是那天晚上的电话，他该不会……陆泽，你回来了？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我不回来还能去哪儿啊？也对，他那天等不到我，肯
肯定自己就回来了。我刚才也不知道急什么。前3天你是有什么急事？怎么突然就走了？那个集团在 H 城的工厂出了点问题，我去处理了一下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怪不得你看起来这么累。我给你煮了百合莲子粥，我喂你吃。还是陆太太会疼人，你放心，老公再累也有精力满足你。把我丢下3天，才想起问我个笑，陪过了白小小，还有心思开我玩笑。兔子，你真让我恶心！既然要演戏，行啊，我陪你演到底。对了，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我爸爸这里有一些账单，可能需要你签一下。医院的账单你签就好了。我可不肯签，之前用的珠宝都需要秦秘书签字，这我要是签了，秦秘书不认怎么办？你呀，还为之前的事情记仇呢。行，我来签。 好喝吗？好喝，陆太太熬的，当然好喝。吃吧。不过，这个味道应该是李嫂的，我还是喜欢陆太太的味道。那下次我亲自给你做。 喂，小轩，我们这边都已全部安排妥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随时都可以办理出国手续。以后你就是爱了，他再也找不见你了。怎么能轻易走呢？3年来的付出和痛苦，还有妈妈的性命，他们对我做了这么多，是时候要还他们一份大礼。可是陆泽的手段你也清楚，要趁他没发现时赶紧离开。 他有所差点事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顺利离开了。没关系，这次谁也阻拦不了我。上次的宴会出了一些变故，没想到魏教授不计前嫌，还肯收小小做文件。魏教授能得到您的欣赏，我真的很开心。 陆总对白小姐真是关心备至啊！白小姐走哪儿都陪着，这不知道的呢，还以为你们是夫妻，伉俪情深呢。陆总确实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不如让小小正式拜师吧。要正式拜师了是吧？老公，快去给小小还有魏教授倒酒啊！ 拜师怎么能没有酒呢？对，那个，这可是我托人买的茅台，花了我3000多块呢。魏教授，我一定要敬你一杯，以后我们家小小可就拜托你了。啊妈，你们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快别开了！马上就开好。为了这种女人，耽误我最珍爱的学生，这陆泽什么眼光？那个魏教授，这么好的酒，您一定要喝的。行了，我不喝酒。那。 这么好的酒，您不喝太可惜了。魏教授是文化人，既然不愿意喝酒，不必强求。教授，这仪式怎么办？您说了算。还是陆总这聪明人好沟通，
拜师呢乃是喜事，喜事就得有所祝贺。我正好有位贵宾。既然是魏教授的贵宾，想必不同凡响，真令人期待。是吗？等会儿啊，你还期待？怎么是你？I thought I'd never lose my mind. Sometimes you pull me into the 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还有这首曲子，跟上次一样，又是这种熟悉的感觉。3年暗恋，3年婚姻。陆泽，我以这首最爱的曲子作为诀别曲，6年的感情化作尘埃。今后你我再无分别。这感觉，难道当年真的是他？乔勋，今天是我的拜师宴，你又跟踪过来，你要不要脸？你跟踪我？不是说在京城，怎么在矮之城？我以为你会有点心虚，跟我解释几句，没有想到你恼羞成怒，反而指责我。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但如果你不是跟踪我，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忘记我电话里跟你说要给你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人，这个人就是魏主任。没错，他就是我的贵人，可跟你们啊没有关系，你们不要太自信了。魏教授，您可是享誉国际的名师，而他不过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是您的贵宾？他不是，你是啊？魏教授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陆总在这儿，你怎么敢这么跟我女儿说话啊？别看了，以前你们仗着陆泽仗势欺人，这次他可帮不了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白潇潇，你以为我是为了陆泽来跟你争风吃醋的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我3年前你在 M 国一家医院外开车杀人，给我撞成了重伤，我母亲当场死亡。3年后，我想起来，我父亲资助你出国，让你探望我们母女，你却出于嫉妒买车行凶。但警察不是吃素的，3年后这笔账你该还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是胡说的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是吗？可我前一阵子已经托了 M 国的国际刑探，有了确凿的证据。你这条双腿，就是因为当时畏罪潜逃，被别的车撞坏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是国际刑探，白小姐犯罪证据确凿，请配合调查，带走。这不行，别碰我！你放开我女儿！别急啊，白望山、周菊芳，你们上周买凶杀人未遂，但国内不像国外，监控证据遍地都是，已经证据确凿，板上钉钉。你们一家子罪犯就应该去监狱团聚去。你想害死我全家吗？你太过分了！有你3年前过分吗？乔家对你无微不至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害死我的母亲。我母亲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都不该死。带走。别碰我！妈妈，抱歉，3年了才帮你抓住凶手。陆泽，爱你6年。我从天堂掉入地狱，甚至忘记自己是谁。我被你困在身边，失去自我。但这次，我不会再让你找到我。即便
그런 사람陆总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是无辜的。 사랑하는 내 사람아 내 그리워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呀？万一陆泽那个变态把机场封锁了怎么办呢？师姐，你还笑得出来？陆泽明显就是个偏执狂，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他来不了了。阿泽，阿泽，你爸他疯了，他认回那个杂种了，还要把公司一半的股权都给那个杂种，怎么办啊？阿姨，此言差矣。另一半股份分明就是我母亲被害死，她给我的赔偿罢了。你妈的死跟我没关系，别这么看我。原来是你，好久不见，陆泽。或许我该叫你一声哥哥。滚开！滚开！今天有我在这儿，你休想离开这半步。你既然为了乔勋拖住我，选择认祖归宗，我一向对陆氏集团不屑一顾。可如果是为了他，我不妨可以争一争。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他要出国？他可能这辈子就回不来了。我当然知道。小轩，爱不是束缚，应该是托举。飞向你的自由吧，你的未来会越来越好。谢谢你，鸡汤课。陆氏集团有一半的股份归我，我已经下达了指令，航班正常起飞。陆总，有闲心还是担心一下公司吧。现在有不少股东对你有意见。你不是喜欢他吗？他要出国你不拦着，反而让他走。陆总，喜欢不是占有，你连爱人都不会，难怪他会离开。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死心吧！你去机场，你也追不上了。松开！陆总，国际刑探那边提供了充足的证据，白小姐确实涉嫌杀害太太的母亲，而且，没想到3年前拉情唤醒人的人，居然真的是太太。白小姐就是为了顶替她的身份，才对太太和她母亲动手的。难怪我听他拉琴那么熟悉，听白小小的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早该想到的，我早该想到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却一直把白小小当做救命恩人，对他恶言相对。我都干了什么？另外还查到一件事，3年前太太的哥哥给她预定了隔壁的房间，太太她确实不是故意进入你房间的。羽毛，当初你又何必人飞？那么多咖啡和玫瑰。乔勋，你恢复了记忆，知道了真相，却不肯告诉我，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对我到底有多失望？谢谢老公，那我在家里等你回来。能当你的陆太太，就是最大的补偿。那个时候，你就打算要离开了是吗？原来你真的要离开了，我心里会这么痛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。是不是如果当初我有说下去，我就还可以挽回？对，你那么喜欢我，你喜欢了我整整3年，一切都还有机会的，是不是？
这破损太严重了，没法修复啊！而且这种 PS 合成的相片也没有什么修复价值。谁说没有？我出100万。这不是什么钱不钱的问题，先生，你放弃吧。梦该醒来，你的爱不是尘埃，是我活该。初次的偏爱不会再澎湃，走出阴霾，去领略你的精彩，那些独白。当初我不屑一顾的照片，却成了你给我留的最后一样东西。我把话补好了，你也该回来了。我才懂爱，可你早已不在，有多无奈，也在此刻释怀。你多久等待我都。陆总，陆总，您的头发，想不到太太离开，陆泽竟然大受打击，短短几天白了头。有事啊，白小姐醒了，她应该还不知道您已经发现她冒充太太救命恩人的身份，正闹着要见您呢。以前无数次被他这招给骗了，反而委屈了小雪，难怪他不肯回来。照片我已经补好了，他这个假恩人也该拆穿了。陆泽，你来了。你头发怎么？谁允许你碰？对不起啊，忘记你有洁癖了。对了，我听说乔勋出国了，是真的吗？你很高兴？我当然高兴，毕竟陆总神通广大，要不是你允许，他根本走不了。所以是你让他出国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相信我没有撞人，毕竟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是最了解的。我怎么感觉我一点都不了解？陆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3年在国外是我一直不辞辛劳的照顾你，而且我当时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就一心想着你快点好起来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没说错，继续。其实我年纪也不小了，我爸妈还一直催我结婚，要是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以。嫌弃？你说什么？一个杀人凶手顶替了乔勋恩人的身份，藏在我身边3年，我都没有发现。白小小，你知不知道我陆泽最恨欺骗？你都知道？对，我全都知道了。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家境贫寒，只是有点贪慕虚荣、心地善良的好女孩，没想到你是一个刽子手。白小小，真恶心。恶心。可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我爱你不比乔勋爱你少，他会拉琴我也会。闭嘴！你也别跟他比，你这辈子连他半根头发丝都比不上了。陆泽，可是我爱你啊！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你的爱我嫌脏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最近对我这么好，
你心里肯定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快要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要我提醒你吗？你跟乔轩暗地里面争风吃醋，偷偷吃禁药，却不知道那个禁药损害心脏，你最多只能活2个月。2个月？我原本以为只要熬过这2个月，我就能彻底还清你的救命之恩，却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让乔轩误会。白小小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以后我们再无瓜葛。你的犯罪证据我已经上交了，判决书过2天就能下来。不过你最好祈祷一下你能活到那一天。陆子，元总，看在我快要死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过去3年里，你有没有一刻对我动过心？你配？你没有爱过我，怎么可能？既然他不爱我，我也活不了多久了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哎，那不是陆总吗？他最近多次缺席股东大会，还一意孤行，动用集团力量找人，董事们对他意见很大。再这样下去，陆氏只怕要易主啊！他在哪儿？几天不见，陆总这新发色看起来老了10岁似的。啊，在哪儿？陆泽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把他的下落告诉你？她是我的太太，你们凭什么藏着她？离婚协议是你亲手签的字，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她是我的太太。以前是，但现在不是了，以后也不会是。贺建堂，我知道你因为母亲去世，所以恨我。你不是想要公司的1半股份吗？我可以给你，只要你告诉我他的下落。我想要的，我自己会拿。贺建堂，你告诉我，陆泽，你以为我们是想藏的？可如果他不想跟你划清界限，我们怎么藏都没有用。他不会这么狠心的，他确实不够狠心，才会一次一次被你伤害。陆泽，你就不好奇他为什么离开吗？我告诉你，在你给他补办生日宴的那晚，你将他一个人丢在了海边餐厅，去陪你那个小情人。你知不知道他在餐厅是怎么被人羞辱的？我刚才就觉得你不对劲了，原来是故意来吃霸王餐的呀！哎，把他送警察局去。走。他没有告诉过我，告诉你有用吗？你是不是觉得那只是小事，只要像以前无数次那样，事后安抚他一下就行了？但很可惜，这是他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陆泽，你不懂什么是爱，也不配爱。我把这场烟花补给你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好不好？我都做了些什么？原来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亲手放弃了这一切。哎，等等，你我玩命了。我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吗？你不配知道。就再见吧，我的女孩，见证我的失败，没能给你一个未来。时隔3年，天才小提琴家来了正式宣布回归，即将展开全球小迅，恭喜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艾拉，你是我的神！终于等到你的亚洲巡演了，求求你给我签名吧，艾拉，我爱你。
哎呀，别急，别急，师姐你也太受欢迎了，你下次还是请专业保镖吧。是啊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。这老头也是粉丝，咱们安了貌美如花，老少通吃啊。他没认出我，也是他光芒璀璨，我却变成了这样。等等，大叔，谢谢你来参加我的演奏会。后来不再计较你誓言的频率，后来把你想要的自由还给你。后来我们回到人海里，再见都没说一句。后来你的消息3年了，终于见到你，我的小提琴大师。去的地方未必要一起。一堂哥，你就别开我玩笑了。后来我学会爱自己。小雪，原来离开我，你可以这么快乐，这么自由。我终于彻底失去了你。在拥挤的人群中